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！罗王，苏月，鬼啊，有鬼啊！那鬼又来找我了。没有鬼，夫君，没有鬼啊，放心吧。鬼啊！做梦而已。我去给您倒杯水压压惊，我去就来。夫人，你慢点啊！死者的右脚脚踝处有2个小孔，应该是死于蛇毒。身上的淤伤是摔下山坡所致，并不致命。初步判定死者死于意外。没有别的线索了吗？死于蛇毒还需要什么线索啊？双叶姑娘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再多检查检查。您看啊，死者是崇义坊的单纱大户刘掌柜，我们已经同他们家人联系过了。家人说他出门前带着价值不菲的单纱，现场找不到，而且我们在他身上也没找到钱袋。对啊，我们觉得劫杀的可能性更大吧。我检查过了，真的只是蛇毒，钱袋不见了，你们自己再调查呀。我赶着回去呢，我那只雏鸡都快腐烂了。你们再检查最后一次。哎，这钱袋和单纱不见了，我们真的没法解释啊。我钱袋不见了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查查吧，我们不好交代。您再查查吧。哎呦，双叶姑娘，您再检查最后一次吧。闪开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听说你们在找钱袋是吧？我在那边看到一个好像钱袋的东西，我也没敢拿，你们去看看是不是啊？是吗？走，去吧，快来，去。欢迎品尝凡社最新推出的私房菜。你做的吗？好吃呢就是我做的，不好吃就是李师傅做的。李师傅做的。我觉得吧，是四娘做的。什么啊？是罗员外。昨天夜里，罗员外的夫人莫名的死了。关我什么事？罗夫人是当今礼部侍郎的千金，所以案子尤为重要。哎呀，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我刚刚，前天你在城墙底下变戏法，骗走了3个小孩不少零钱。昨天你在烧饼铺，趁老板给人找钱的时候顺走了2个烧饼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。前天你骗完钱跑了，几个孩子一直哭，把父母都哭出来了，是我给的钱。昨天烧饼铺你前脚走，老板后脚追，也是我给你垫付了钱。这些是完，可你欠我钱的事没完。李志，我这个人最喜欢为朋友两肋插刀了。说吧，我们从哪里查起？跟我去罗府一趟。好的。
我也去吧。既然好吃，就吃完再去吧。好好吃，慢慢吃。这里还有一盘，管够。怎么样？死者鼻腔有血，尸体上没有任何外伤。至于具体死因，一时半会儿还不好确定。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去，进一步查验。最后一个接触死者的就是罗员外，先跟他聊聊。几位请，几位请。找我呀，是我的两手呀，我原谅我了，是我了。你们家主人这是怎么了？我家主人已经这样有一段日子了，像是发癔症似的。他老说自己被鬼缠上了，说每天半夜都有鬼来找他，还能听到鬼叫。夫人在世的时候，请了庙里的人来超度，也不见好。鬼叫？什么鬼叫？就是主人一直说我们宅子里在闹鬼，可整个罗府上下只有主人自己听到了什么鬼叫，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一开始还以为有人装神弄鬼吓唬主人，把官府的人都请来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查到。人家都觉得是我们主人精神出了问题，把我们给训了一顿。官人呐，官人呐，你可以救救我呀！有鬼，我这里有鬼啊！就是那个鬼，他没能杀了我，他就杀了我的夫人啊！我不想死啊！救救我呀！官人，鬼，救救我！你说的鬼到底是什么？有小孩在哭，还有女人的哭喊，缠着我，他们都缠着我呀，让我打命来，每天我都这样啊，我受不了了呀！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变成了这样？这样还能闹鬼呢？我看过了，这宅子里的风水布局不赖啊。你又知道了？那当然。哎，我说李少卿，我还饿着肚子就被你拉出来探案，人也问了，地方也看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下饭填饱肚子？那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这个案子还是有太多疑点，实在太过诡异，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啊，走着，走。请。四娘，哎，有什么吃的吗？快点，我实在饿死了。除了吃的，你还知道别的吗？切，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这次案子，我想没那么简单。很棘手吗？那个罗员外说他家里面闹鬼，而且还神神叨叨的，说到最后连饭都没给吃，小气死了。除了吃，你还会什么？上次家宴的时候，我还见了罗员外和罗夫人一面，那时候还好好的，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。紫苏姑娘不必伤神，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，吃饱了喝美了，才有力气探案呢。这态度差距也太大了吧！最好了，四娘，我给你揉揉肩。老大，你们猜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有什么就快说。我在东市啊碰到了给罗夫人葬礼采买的家丁，我跟他闲聊的时候，他无意中说，这罗夫人的死，全府上下包括街坊邻里都非常难过，但只有一个人会非常高兴。什么人？她是一个叫青燕的妓女，听说她跟罗员外一直不清不楚，而且这个罗员外跟罗夫人提过要纳她为妾，被罗夫人给拒绝了。听说这青燕对罗夫人一直怀恨在心。不是吧？罗员外不像是这种人，他是我爹的门生，我爹说过，他打小开始就是个敦厚老实的人啊，这肯定是谣言。
你说的对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正所谓无风不起浪。三炮萨摩，你们去找青燕了解一下情况。好吃的呢？青燕呐，有2位大理寺官人找你问话，千万别给我惹麻烦啊！去。你就是青燕姑娘？是。这位官爷有什么事吗？你昨天夜里在什么地方？昨天夜里，我有事情外出里的。可有人同行啊？没有。那昨天夜里罗员外的夫人被人杀害了，你可知道？我确实不知此事，这与我又有何关系呢？我听闻你一直想嫁进罗家，却几次都被罗夫人拒之门外。你们是在怀疑我吗？那你就告诉我们，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昨天夜里，我去永安坊云轩客栈陪客人唱曲，不可以吗？2位官爷，请回吧。三炮，你找人密切盯着他。放心吧。李少卿，你们来了，是不是苏玉的案子有什么进展了？罗员外，你与那个叫青燕的姑娘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那昨天夜里，你没有约她出去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啊。哎呀，最近府里鬼怪闹得厉害，我连觉都睡不安稳，哪里还有心思想这些呢？自从苏玉不肯答应青燕进门开始，我跟青燕就没什么来往了。那今晚我们来帮你捉鬼。他想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来为主人驱鬼，非常高兴。你俩先去吧，我四处看看。有鬼，有紫苏保护你呢。去吧。各位官人，这边请。请。哎呀，李少卿，你们能来帮我驱鬼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罗员外，这世上是没有什么鬼神的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这人呐，亏心事做多了，就容易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罗员外，您扪心自问呢？我罗某人一生清贫，最近几年才稍微顺风顺水，搬来了这个大宅子。但是来了之后，却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上啊，隔三差五的就会闹鬼。哎呀，不知道我是不是注定只能做个寻常百姓啊？李少卿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帮帮我，抓住那只鬼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啊！你有病啊！哎呀，好诡异啊！老大，我有点害怕。到前面去看看。啊，去，好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傻？
不是我。走，分头查一下。鬼要出来了！救救我！真的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！就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！罗员外，罗员外，这房间除了您并无他人，您放心吧。李少卿，李少卿，睡得香啊！守了一夜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至少我还查到了这些，这些是青燕写给罗员外的书信，最后一封竟是在几日前。罗员外在撒谎，感觉这里头一定有猫腻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我派去盯着青燕的人说，刚刚青燕出城了，好像是去了一个江湖郎中家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就这儿。怎么是你们？能和我们说说你来这是为什么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大理寺来查案的。先生，敢问他来找您所为何事？这种事情还是请您问他本人为好。不用问了，青燕姑娘，你正怀有身孕吧？进一步说，你肚子里怀的孩子，正是罗员外的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发现你有不明显的保护肚子的动作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在我们查明真相之前，你是犯罪嫌疑最大的人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怎么样，死因查出来了吗？我解剖了罗夫人的尸体，死者肝脏肿大，胃肠穿孔，疑似中毒而死。中毒？应该是，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毒发症状，药典里也查不到有关的记载。怎么样了？昨天青燕已经被暂时关押，现在我们只要找到罗员外的犯罪证据和作案手法，基本就可以定案了。你还在怀疑罗员外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怀疑他？我们去罗府调查的时候，他刻意隐瞒了一直与青燕交往的事实，而且青燕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都相信他的为人。哎，小姑娘，办案子的时候可不能意气用事哦。老大，不好了，罗员外家又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他的奶娘刚刚被发现暴死在房中，她的死状跟罗夫人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你快叫上双叶，我们马上去罗府。死亡时间是在昨晚，死状与罗夫人相同，尸体上没有外伤，鼻孔内有血，且齿龈糜烂，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个凶手犯案。青燕昨天已被关押，这么说，嫌疑人就只有罗员外了。罗庭云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少卿，
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们已经验过尸体，你伙同亲燕毒死了你的夫人，如今又毒害你的奶娘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少卿，我冤枉啊！我昨天夜里一直在书房练字静心，这哑仆一直在为我研墨，可以为我作证啊！一个哑仆又说不了话，证明不了什么。官人，我真的冤枉，我冤枉！来人，我立即封锁罗府，是3日之内不得有人外出。是。官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！哎，萨摩呢？听你们的描述，这2起案子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。没错，不管是从犯案时间还是作案手法，都看起来是一名凶手所为。既然青燕被关押了，那卢月湾的嫌疑就更大了。现在只是去找证据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奶娘呢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子苏，告诉我罗员外的家世，越详细越好。罗员外在考取功名之前是个教书先生，家住在长安城郊的一个小镇子上，现在应该没什么亲人了。罗员外在及第之前曾与家乡的一位姑娘有过婚约，但那位姑娘病逝之后，在家乡也就只剩下奶娘一个亲人了，所以他及第之后便带着奶娘一起来到了长安。关于那位病逝的姑娘，你了解多少？这个恐怕要回去问问父亲。又是你！上次我不是说了吗？病人的情况无可奉告。我不是来问千燕的事的。哦，那是你自己要来看病。有些问题想请教你。啊，进来说吧。来。一大早上这么勤快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早上起来，你看到子苏来过吗？我这才刚睡醒，你认为我知道吗？萨摩，哎，让人打听的事怎么样？父亲说，那位病逝的姑娘并非是什么达官贵人家的女儿，就是罗员外的结发妻子，之前是个戏子。家中还有个弟弟，他死的时候弟弟才7岁，他的忌日似乎就是这2天。当时他特别惨，肚子里还怀着罗员外的孩子。他的弟弟有下落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去世之后，他们便举家从镇上搬走了。啊！李治，快把千燕放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能乱放人。把他送到罗府去。告诉罗员外，青燕怀了他的孩子，并且想打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听我的，只要你把他送过去，
今晚，凶手便会水落石出的。罗员外，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人，我想你见到他会很高兴吧？进来吧。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罗老，我是青叶。就是你，就是你害得我没了老婆，没了孩子，连从小照顾我的奶娘也丢了性命。说，每天晚上那个鬼到底是不是你？你与青叶相识多年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为人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那些事都不是我做的。罗员外，我想青燕姑娘应该还有很多话想单独跟您说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所有人都等你好半天了。你这又去哪儿骗吃骗喝去了你？我去街上准备今晚抓鬼的东西。捉鬼？捉罗员外家的那只鬼。啊？凑近点，咱们干脆就来一个将计就计，故弄玄虚。咱们今天晚上先去罗员外的家里。姐姐，是你吗，姐姐？哎，谁在说话？是你吧？得了吧！都在江湖上，你骗谁呢？你假扮阴人，待在罗员外的身边，取得他的信任，而每天夜里又装神弄鬼，想要让罗员外的精神受到折磨。你做的这一切，是为了替你姐姐报仇。哎，奇怪了，主人睡下，仆人们都在后院，他怎么有机会装鬼吓人呢？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了。大家跟我来。
紫苏、双叶，听到请回话。我们听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第一次来到罗府的时候，就觉得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特别。罗府整个院子就是一个圆，而围墙由磨砖对缝砌成，光滑平整，弧度柔和，再加之围墙上端覆盖着琉璃瓦，人声不会散漫消失，造成了回音的效果。罗员外，你听到的鬼声就源自于此。没错没错。所以说，每一次闹鬼的时候，其实鬼根本就没有在屋子附近，而是在府里的另一侧。那素玉和奶娘的死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来了。哎呦，他这院子太大了，累死我了。三炮，我让你找的东西，你找到了没有？啊！罗员外，这就是三炮在亚婆的房中发现的。这不是？这是丹砂，是提炼水银的原料。医用丹砂纯度低，少量服用可安神定惊。高纯度丹砂有剧毒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前不久，崇义坊的丹砂大户刘掌柜惨死，随身携带的丹砂失踪，钱袋却没丢。想必他是你杀的第一个人吧？还有，我查看厨房时，在食物和亚婆的身上都闻到了轻微的丹砂气味。郎中确认罗府的调味料里有丹砂，长期服用会导致精神萎靡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不要来！由于罗员外心中有愧，听到怪声加剧幻觉，越发相信厉鬼缠身。只是如此还不致死。我在罗员外卧房门外发现了少量烧灼过后的残渣，双叶查验确认，正是丹砂。高纯度丹砂以火烧之，就会化为剧毒蒸汽。事发当晚，罗员外在房中吸入少量毒气，精神焦虑，身体不适。夫人出门吸入了大量剧毒蒸汽，当场怒发身亡。你就用这种方法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残忍地杀害了罗夫人和奶妈二人。你怎么下得去如此毒手？亏你有脸问得出这样的话！放开我！15年前，你考取了功名，被礼部侍郎看中了，选你做了他的女婿。可你有考虑过我姐姐的感受吗？你为了攀龙附凤，就狠心将我姐姐抛弃。我姐姐为此抑郁而死，她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当年还有那个奶妈，她不停地在我姐姐耳边煽风点火，说什么不要耽误你的仕途，要为了你的前途考虑。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你的院子，你的官位，你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姐姐和那个孩子的性命换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我姐姐的性命，给你换来的一切。
是没想到，罗员外身上还有这样的故事，最后落得了如此下场。像他这样的负心汉，我说啊，就是罪有应得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个人的选择啊。哎，那个姑娘呢？好像是叫什么青燕，她怎么样了？听说光明正大的嫁进了罗府。罗员外说，曾经犯过的错，不能再犯第二次。他会好好照顾青燕和孩子。那她的孩子保住了吗？多亏了萨摩。哎，萨摩忍呢？哼哼，给我吃一口。嗯。嘿，你。